搞了老半天，他来韩国的重点是见习近平，结果习近平的态度，你自己讲，这是你的表演，那我呢？看，还小本本呢，这是什么？永远想这些543的，很可悲。终于见上面了。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代表说美方所提的条件，中方基本上都没什么让步。不要说让步了，甚至中方提的条件变成美方你要不要让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习近平跟川普正式的见面，从2月上台到现在啊，经过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哦，终于两个人碰上了。他讲的是哪4项条件呢？就是要来做谈判。稀土、芬太尼、大豆跟台湾3个单方面来说都是大陆这边的优势。台湾我说过了，这要谈叫做门槛。结果当时呢，大陆针对稀土提出了史上最严苛的制裁的方式，包含所谓的白名单、黑名单，还有呢追踪制度溯源追踪，你的任何产品只要含有中国生产的稀土的 0.1%， 你就必须报备。如果一旦查出来你没报备，那抱歉，你就永久从白名单踢出去，就进入黑名单，那你就什么都买不了。再来，芬太尼是毒品的一种原料，但它其实本身并不是毒品，它是一种类吗啡的原料。这其实基本上大多数的强止痛药都必须用到。芬太尼的问题不是中国生不生产啊，是美国消不消费啊？美国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啊，大家都知道。大豆我们都知道，上次有提到9月份大陆采购美国大豆数完全归零，那这个让美国现在很头疼，很有意思。川普先到了现场，等待习近平来到。习近平到了现场，很高兴又见面了哟。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We discuss Taiwan, sir? Which way? Thank you very much. 本来川普一度呛下不要嘛，后来贝森特说一定会见面，然后呢中方就一直没有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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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美方一直说会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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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变成中美的互动在川普第2次上台，就是川普2.0以来呢，中美之间互动的一个常态。就美方都是先放消息，而且大家了解本来很多人猜测是 APEC 31号开幕嘛，在南韩的庆州，结果中美呢直接提前到30号来会，这比很多人预测的还要早，而且中间还穿插了包括中国大陆取消了在韩国的部分的饭店的一个定席，关系好的会把多边摆在双边的前面，就是说我要进行一个多边，我们先行到了会场，我们先见，然后再进行多边。关系一般的或者想要破冰的，一般是怎样？先来个多边，借着多边再开双边，多边就是说这是个大会大拜拜的现场，然后呢双边呢就是我们单独再拉个框就出去聊。那既然因为前面有个大拜拜的现场嘛，那我们再出去拉一个双边，这叫做会中会，会谈期间再开小会，这很常见，这是常见外交礼仪。但这一次很不一样，这一次是会前会，你看，然后习近平讲话很平淡，很高兴又见面了哟然后你看川普很高兴，习近平只是看到远边去，没有一直看川普。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演好的，我跟你讲不是，至少川普团队觉得不是这样。这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只是看谁比较草台，而看谁比较班子。从这场会谈我就先定调，这一场会谈你看起来你就很清楚，看起来中国比较班子，美国比较草台。记者问说：“总统先生，你今天计划签署贸易协议吗？”他说：“有可能。”但是习近平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回话，所以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什么意思？川普认为他们事前所谈的一些东西已经有确认，但是没有纸本，只有口头吗？ We'll have a great understanding. 我们会将达成良好的共识，代表什么？代表共识还没完全达成嘛。所以我一直讲这场习川会都没有什么搭理他，也没什么回应。这个要套一句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我知道你在鬼扯，但我不会当场拆穿你。川普在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呢，他先跟韩国那边开了会，韩国给足了川普各种面子大红毯，2排军乐。礼炮迎接，有没有听到什么音乐？第2波的迎接来了。第1波迎接是怎样？在现场吹 YMCA 给他听。第2波迎接是这样来的。韩国的传统军乐队
韩国真的是很懂川普到底有什么。最后呢，李在明总统啊，特别送了川普呢2件非常重大的礼物，一个是木槿花大勋章，另外一个是新罗的金色王冠模型啊，新罗王戴的王冠啊。大家也知道，新罗是韩国史上在前三国时期最后统一了整个韩国嘛。那时候韩国三国时代啊，高句丽、百济、新罗，最后是新罗在唐军的支援之下，在白江口由唐将刘仁轨带领大败倭军跟百济联军哦，然后一举灭亡了百济之后呢，统一了整个韩国，就是整个朝鲜半岛哦。所以在韩国的新罗，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地位的。木槿花大勋章是韩国最高的勋章，而且它是金色的。回过头来，他们怎么谈呢？川普是提早1天飞到了韩国啊。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and that was our focus really for this visit. 我非常期待与习主席会面，这确实是我们这次访问韩国的核心重点。这个还是 APEC 之前啊。好，所以它重点就是习近平。好，那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的态度，那我们继续看，这是会面现场，川普在这边呢，对习近平都讲好话啊。然后从头到尾呢，很恳切的看着对方啊，很有意思啊。前面刚才川普所讲的其实是一个寒暄开场，那这里习近平稍微拿出一点真的东西啊，因为中美很多谈判是没有签约或者是没有实体内容去把它给拿出来的。这是当选100个了，30多，多次不准确。这什么意思？你每一次通话所讲的，我都有把它记录在案。川普是出了名说话不算话嘛，但是你在中国面前，你每一次的通话跟信件都登录在案，没有可以说话不算话的空间。中美关系保持中立，相当于是给过去从2月以来啊，川普上任以来到现在这8个月做一个定性。这定性是我们的关系其实很稳定，没事啊。中美关系这段期间真的都没有问题吗？是没问题，但也很有问题。没问题的是整体来讲没有发生直接性的军事摩擦嘛。但很有问题是什么？但确实在贸易战方面有很多的分歧跟冲突，但是整体保持稳定。你要去看那个，因为大陆这边是这样哦，他们的领导人每一句话每个字啊都要雕，他都是看着稿念。为什么？因为在公开的外交场合是不能乱讲话的。那什么时候可以闲聊呢？就是非正式的场合，在逛东西啊，走路上面在聊天的时候啊，比如说习近平就吐槽过男足嘛，跟当时的泰国总理，他就是在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手太小，球抓不住啊，这个最近呢提到足球啊什么的，大家理解吗？大家不要看这些是客套话，这里面其实透露了一些讯息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会后没有幕僚工作底稿，没有联合声明，更别说签约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公开的新闻，就两边放了一些新闻稿都没有了，所以你必须在这里面找一些蛛丝马迹。前几天两国经贸团在经过新语座谈，就解决各自当前的主要关切大问题的共识。好，所以习近平那边讲的也是相当清楚啊。可是大家知道，当时在吉隆坡谈完之后，美国方面其实是不满意的啊。一度呢，在吉隆坡开会之前呢，还攻击李成钢嘛，说李成钢是个战狼啊，就中方的贸易代表啊。还传了一些假新闻，什么李成钢被辞啊什么的一大堆的。所以川普在会前的话语，为什么习近平没有理他？在习近平认定里面，你今天要见我，能够我答应你，是因为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定了。吉隆坡就之前欧盟在开会嘛，我们上次也讲一起细品这些内容，看起来川普确实是没那么同意，他是不是想再凹一下？习近平这里一定掉，我们已经谈好了，这是你们要见面，是你要谈的，你都说。所以这里你要了解到概念哦，这个100分钟是一个很简短的讨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开太多新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会晤提供的必要条件，有没有看到？没有吉隆坡你答应的条件今天没得玩，那既然今天来了，那就是把吉隆坡的条件给复合下去。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难免有一些分歧，什么？就允许你之前对我在那边大呼小叫。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所以会有摩擦，这很正常。
习近平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那谁是匆匆忙忙、假装没有连滚带爬？面对风浪的挑战，我和总统先生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价值，来中美关系这次大船平稳前行。哦，要掌握好方向啊，驾驭这些大船啊，平稳前行。所以他跟美国讲了3个通话、数次的公函往返。吉隆坡会谈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这些全部都给你登记在案。谁掌握主动权？前面你在那边讲那狗屁沙，讲那有的没有的，我就1号表情。等到换我讲话了，你什么时候看习大大在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那个表情变化那么剧烈？从完全没表情到前面讲话没表情，到突然讲到特定用语的时候，整个表情扬了起来。习近平讲的每一个都是实际的内容。你看绿媒，你看绿媒，你看完了整体的这个内容。你看绿媒就是这种东西啊。川普谈笑风生还拍背，习近平僵毅不敢说话，哀酸没有带小本本。但是你看了现场，你是这样思考的吗？这一点很重要。他给川普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振兴同川普总统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美国现在不伟大了嘛？那你要实现跟我是可以互相成就、共同繁荣，你要不要接？那作为伙伴、做朋友是历史启示，是现实的需要。很明显的是，你继续这样搞，美国不会好。但我就是要好，我就是要中国的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振兴。习近平强调呢，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今年前3季度增长率达到 5.2%， 对全球的贸易货物进出口增长 4%， 是克服内外困难实现来的，来之不易。中国是一片大海，规模、韧性、潜力都比较大，比谁大？很多话就讲一半嘛，对吧？但那个比美国大嘛，是吧？你要继续搞，大家就是来战斗，因为什么？后面接的是什么？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共24届4中全会审议未来通过我们未来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建议，请记住一般是5中全在通过，这是提的叫4中全。所以接下来有意思，为什么很多人说习大可能要连任，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代表什么？做好战斗的准备。7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来没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与机遇。所以我现在就是过得不错，而且我也不怕你，我有蓝图，我有规划，我有计划，我们的5年计划也已经通过了。那你要不要一起来呢？你要不要再次伟大呢？你自己决定嘛。着力推动经济实现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将为中美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啊，全面创造的机遇啊，你美国如果愿意一起来的话，那你也很有发展空间啊。所以你为什么说川普从头到尾听得很严肃？最失败的就是个贝森特啊！习近平指出了两国经贸团队就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团队要继续细化敲定后续工作，将共识维护好、落实好，实实在在的成果，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也就是说，你好好干，大家经济就回来了嘛。你继续这样搞就没意思嘛，对不对？那中美关系近期经历的曲折，也给双方带来一些启示。经贸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要继续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讲得很清楚了吧？就是叫你来合作嘛。很少习近平讲的那么的确实，这么的落实而且呢，继续提中美之间各渠道、各层级保持沟通，增进了解，打击非法移民、电信诈骗、反洗钱、人工智能、传染病等。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啊，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我没有说你要把你美国干下去啊，我说你美国是大国啊，大家一起来干嘛，多携手办一些
有利于两国和世界大事、实事、好事。大家一起办实事、办大事、办好事，一起干，一起努力。所以明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东道主，我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所以呢，相当于是习近平已经公开了在邀请川普。中国将举办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经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举办20集团峰会，乐见双方取得成功。就公开的邀请什么？大家一起来努力，好好把事情办好，就这么简单，知道吗？好，最后呢，离场的部分。对吧？有人说他这个咬耳朵聊了什么？我跟大家讲，中国大陆绝对会让美国在多边组织里面来进行所谓的单边之间的一些合作。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呐，因为多边这件事情是让美国的霸权受到遏制的一个关键。跟习近平一谈完，川普马上就坐飞机啊回美国啦，完全不给韩国任何面子。这代表什么？第一个，他绝对没有拿到他要的嘛。第二个，人家全部 APEC 才要坐下来在韩国来好好开个会，结果你也不参加。然后呢，跟李在明在会面的时候啊，川普多次提金正恩啊。But I'd love to meet with him if he'd like to meet. I got along great with Kim Jong-un. I liked him. He liked me. If he wants to meet, I'll be in South Korea. 结果在跟韩国李在明举行高峰会的时候，结果呢，北韩又试射了飞弹，意思是说我才不见你呢，你谁啊？金将军的回答总是最直接的，对不对？朝鲜官方是没有做任何回应的哦，就直接射。什么叫做个性？套句台湾人喜欢用的就是什么？滚！所以为什么急着走？当然，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现在局势也相当严峻的，包含美国目前整个政府陷入停摆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后来看一下，到底实际上的关税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川习会登场，美国对中国关税降至 47%， 中国恢复采购美国黄豆。在见面之前呢，整个9月份中国没有买任何一船的黄豆，零。但是在见面之前，也就是在吉隆坡峰会之后，中国还是先释出了好意，买了3船的大豆。其实说真的，那买大豆数量很少，但是我跟你讲哦，这里面有个细节啊，今年中国的大豆主要都是跟巴西买。中国跟巴西买大豆啊，没有公布过正式公开的价格，但是以实价来看，大概就是435到444块美元每吨。但是你知道吗？美国现在的大豆价格每吨跌到370到390。好，关键哦，这个东西叫什么？这是进场抄底呀！这时候买不是解美国农民的燃眉之急呀，而是逢低买进的一个操作啊！所以讲老半天啊，这贸易战打到现在有意思各位。曾几何时，抄底的都是西方国家。你看，苏联崩溃，欧洲跟美国去疯狂抄底啊！这个苏联的整个产业抄得一干二净。今天这世界颠倒啦，中国跟美国谈判。中国不但在条件上面没有吃到亏，而且呢，我买你美国大豆，我还抄了你的，对，这叫面子跟里子双赚啊！这过去你是看不到这种的。为什么习近平今天心情这么好？你要去了解背后的一些概念。具体磋商结果美方呢取消了针对中国商品的包含香港跟澳门加征的 10% 芬太尼关税，对中国加征的 24% 对等关税继续暂停1年美方将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 50% 穿透性规则1年，中方将暂停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1年，并将具体研究细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会后双方没有任何的协议，因为没有一个细节，没有真正的定义上的东西，我认为中方是不会给你一个协议的。这只是一个确认，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再三强调说，你必须针对实体的问题实际去回答。那美方将暂停对中海市物流造船业的301调查1年然后禁毒合作等等就是积极的成果。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出现的：稀土芬太尼大豆，台湾3个我说过，这个都是大陆占上风。结果最后什么？一一的都被我料中了。稀土放宽也不过是什么？也不过就是加速审批流程。为什么台湾没谈？我再说一次，因为台湾是门槛，不可以谈。你要谈就谈统一，要不然就别谈。现在中国态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没有完全命中？